大家有没有想过死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有人说呢，人在死后人的意识会彻底的消失；也有人相信呢，死后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甚至呢还能见到过世的亲人。但这些说法呢，大多来自宗教传说，大部分呢都很难被科学给证明。如果说呢，有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神经外科医生，他亲身经历了一场濒死的体验，最终改变了他自己的看法，你觉得这个故事会不会不一样呢？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外科医生的濒死体验。这个人的名字呢，他叫做埃本·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有过20多年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曾经医治过非常多的病人，他主要是非常擅长于研究大脑的运作。在他的认知里面呢，人类的意识是完全来自于大脑的，濒死体验呢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所以人类的所有一切都是能够用科学解释的。但是在2008年的一天自己呢就成为了一名病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经历彻底击碎了他一直以来的信仰。那天他就觉得自己的头非常的痛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呢，他失去了意识。在医生检查之后呢，他患上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细菌性脑膜炎。病菌侵入了他整个大脑。在医学上面呢，脑膜炎呢会导致整个大脑皮层的停止运作，而大脑皮层主要是负责思维、记忆、认知的核心区域。如果这部分停止运作了，那病人呢就会陷入深度的昏迷当中。也就是说他的大脑死掉了。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观念大脑一旦停止活动意识不就是彻底消失了吗？他应该是什么都感受不到了才对，对不对？可事实却完全相反。他的意识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入到了一个超越他认知的世界。一开始呢，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没有边际的黑暗空间里面。这里面是非常黑暗，一点光都没有。这里是没有声音的，甚至呢连时间的概念都消失了。最可怕的是呢，他连自己是谁都已经忘记了，就好像呢自己就变成了一团意识一样。当时的他以为自己会永远困在这里。突然呢，有一道微弱的光就出现在了他的远方，并且呢慢慢的向他靠近。他发现他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空间。天空呢非常的漂亮，看起来是五彩斑斓的，而且呢在空气中还传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旋律。他就感觉到是不是有人在唱歌，还是说从哪里传来的？因为他当时的脚下是一片农田嘛，附近也没有什么人，农田里面呢还开着很多比现实更好看的花。这时候呢，一个神秘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他没有开口但埃本却能听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呢是可以直接传入到他的意识里面去的。这个声音对他说你很重要，你被爱着，你不用害怕。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陌生女人不用开口就能跟他对话呢？但他感觉这个声音是很温暖很有安全感的。这神秘的女人就一直带着他往前走他们呢就来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河，他们称它为能量之河。他觉得这条河好像是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并且呢他还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漂浮在空中的像光一样的生命体。更奇怪的是呢，埃本发现他明明没有来过这里，但是呢他自己是知道这一切的。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不需要思考的，所有的答案会自动出现在他的意识当中。他就觉得非常奇怪，这怎么可能呢？明明他的大脑已经停止运作了呀。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他的思维感觉比现实中还要清晰，并且更加敏锐。他能在这里感受到爱、喜悦，甚至呢还得到了一种归属感。就在他思考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女人就给他传递了新的消息。他就跟他说你还没有到时候，你必须回去。他本来还非常抗拒，因为呢他还想探索一下这个神秘的世界，看一看这里到底还有什么东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将他给硬拽了回去。这个时候的埃本就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醒了过来。他觉得周围的一切让他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医生家人还有监护器仪器的声音一切都回来了。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因为呢他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呀。在医学里面呢，他的康复呢被认为是一种奇迹他的大脑皮层呢因为细菌的感染几乎已经完全停止运作了。按照现有的医学经验呢，他即使苏醒应该也是已经丧失基本的认知能力了呀，甚至还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可是现在的他不仅能够清晰的思考，还能完整的回忆起自己昏迷时候的经历。这件事情呢就让医生们非常的震惊。更不可思议的是呢，他发现自己在那个世界看到的一切依然在他的意识当中。他以前就认为大脑就是意识的全部，如果大脑死了，那意识肯定就不存在了嘛。可是如果大脑死了，意识却依然存在，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他觉得这一切肯定不是幻觉，也不是他的梦。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非常清楚的明白大脑在受损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幻象。可是呢他觉得那个时候的经历比现实中的世界还要真实。甚至他还非常清楚的记得那名神秘女子对他说的话，你很重要，你被爱着，你不用害怕。可是那名女子到底是谁呢？他在醒来之后呢，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名神秘女子的具体信息，也没有任何她的照片或者记录显示过她的存在。他感觉她只存在于他的记忆当中，就好像一道未知世界的光短暂的出现又消失了。
没有任何办法在现实中找到任何对应的痕迹。它是那段濒死体验中它的引导者，它的出现强化了埃本对那段体验的理解，不仅是大脑活动的幻觉而是一次深入意识本质、超越肉体的真实觉醒。从此之后呢，埃本开始不再只单纯的相信科学，而开始了探索意识的本质。他仔细研究了一下自己的病历，还有脑部扫描的 CT，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一下自己的濒死体验。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昏迷期间呢，他的大脑高级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可他的意识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经历了一场超越物理世界的旅程。那么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它真的只是我们大脑中的一些产物吗？如果大脑只是一台生物计算器，那么它的意识在大脑停止运作之后，为什么还能够继续运转呢？这时候的埃本呢，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实际上就只是一个过滤器，它屏蔽了更广阔的意识世界，让我们只能感知到物质的世界。但是呢，当我们的大脑停止运作的时候，真正的意识才会显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看到的世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濒死的时候那个被屏蔽的世界才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的，那么很多宗教还有神话当中提到的死后的世界可能不仅仅只是神话，而是一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现实。后来呢，埃本就把自己的经历还有思考写成了这本书，叫做《天堂的证据》，并且呢公开宣称人在死后呢并不会真正的消失，而是会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呢，很多人对他提出质疑就觉得他只是为了出名才写出了这个经历还有这本书，并且呢很多的科学家对他的理论也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认为濒死体验只是大脑在极端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象，而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人指出他的经历是没有办法被科学给验证的，所以说并不能作为天堂存在的证据。你觉得他的经历是真的吗？你觉得死后一切都会消失，还是说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呢？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还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加分享感谢大家。